很久没有录这么忐忑的视频了。由于本期这辆车你懂的啊，我们先做2波劝退叠加啊，确实没办法。第一个，如果你已经默认这科技数码频道是不能做新能源汽车的也是做不好的把对某类内容的评价讨论上升到对人对频道的直接判断，差不多就是这内容压根还没看呢就直接下结论了，那就完全没必要难为自己浪费时间看一个还让自己不太爽的内容了，对吧？而且本期片子还有点长，汽车厂商造手机，手机厂商造汽车这2个领域随着智能化的大潮势必会深入融合。之前我们也体验过很多相关产品这个其实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现实。相应的汽车媒体呢也有体验开箱测试手机的，你也能看到科技数码频道呢新能源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了。OK， 第2个劝退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并不需要看本期视频，或者说你并不需要一辆 MPV。我们先分享一组数据这个根据乘联会的报告，2023年国内 MPV 一共卖了109万台并且今年1月份同比增长了52.4%近2年国产新能源厂商纷纷入局像什么腾势 D9极氪009小鹏 X9这类车型都是这些厂商新的发力方向。近几年 MPV 这类车型呢也从之前的工具属性向家用属性转变16、17年那会儿你查数据也会发现 MPV 卖的也挺多的卖的是谁呢？这代表的就是大火的50宏光是的，这也是 MPV 车型当时咱图的就是一个便宜能装，而现在很多人买 MPV 主要是为了商务接待或者家庭相对舒适的出行。在某车帝 MPV 销量榜的前3名呢，分别是腾势 D9、别克 GL8传祺 M8，都不是拿来装货的车MPV 近几年国内有火爆的原因，我们电源玩主观觉得有以下几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开放2胎3胎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这小轿车确实已经不能满足全家人出行的场景了。第二个，人们对于舒适性的追求确实增加了更大的空间是非常能够直接带来更好乘坐体验的方面嘛。这就跟手机你想要它续航好，前提就是得电池先大是一样的第三个，也确实有一些明星带动作用将这个 MPV 和商务接待排面给结合到一起了。这个典型的就是被炒起来的 阿尔法人们跟个风爱个面子这其实都没啥毛病。但是问题来了火爆是它火爆，你自己真的需要一台 MPV 吗？正在看视频有意购入 MPV 的朋友，我们现在不妨一起想一下你经常使用的场景，第一，超过5个人的时候真的很多吗？还是说也就过年过节那几次？第二，你对舒适性的要求真的已经到了那么高吗？必须到了愿为乘坐体验而牺牲不少驾驶体验的地步了吗？第三，也是我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估计有小伙伴会说，有了 MPV 之后我就可以带着全家出去玩了去自驾了高质量的出行了。得了吧大哥，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缺的是车吗？你缺的是时间，缺的是精力，缺的是愿意放下一切来去陪陪家人的决心。那我们就暂时抛开各种喧嚣扶稳坐好，哈道双就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就聊聊我们这台无下饭可以放心使用的截稿之前还特意看了一眼，这10天开了超过1000公里了。梅改这辆车到底适合哪类人群主观是这么理解的，日常呢比较喜欢包豪斯范儿这个极简的设计风格，然后对于舒适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家庭出行用车需求多以城内聚会或者说郊区短途出游为主，长途较少，商务场景也不多的这类人群。是的，我们主观就是认为这么细分。为什么当时买这辆车这个2个原因，首先是客观原因这个家里人确实比较多，我哥呢一家3口我爸妈加上爷爷这就6口人了，而且家里面全家一起出行的场景呢确实比较多。之前呢一直是2辆车就是每次就是我和我哥各开一辆比较麻烦。第二个主观原因呢，就是当时这辆车实拍图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微博刷到估计很多人也刷到过那些图这个确实被它这个外观 ID 设计给深深吸引了，就是妥妥公路高铁印象特
特别深刻。其实后来我也很纳闷啊，就是那个时候各个角度的图也都有，好像也没什么人说像这个像那个的啊。结果一开售，这舆论就铺天盖地了。你要说不影响心情啊，那肯定是假的。另外就是我爸妈俩人岁数大了啊，就特别容易晕车，尤其是我妈啊，但是特别奇怪的就是她不晕电车，她说自己主要就是不喜欢那个汽油味啊，哪怕一点点也特别敏感。然后我一查，这样的人还挺多啊，这个身边也有这样人的小伙伴，可以扣分1。Mega 这辆车在绝对值上啊，确实还挺贵的，这个56万，再加上这个2万的购置税，然后还有6、7千的保险，如果你再上个车衣、贴个膜、搞7、搞8啊，这都奔着60去了。这个价格也是它后期形成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啊，这一期我们就主要想和大家简短的聊一下它的设计和定位。首先是外观 ID 设计啊，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网上吐槽我看依然不算少啊。本期我们不去探究这类风评是有组织的刻意引导啊，还是自发吐槽，也不去定义什么光晕与黑暗啊，就是单纯的啊对 Mega 这辆车这个大胆的设计啊，这个主观聊聊看法啊。首先个人觉得啊，这个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要为品牌价格服务的。Mega 这辆车的科技感呢，我自己反正觉得是非常强烈的啊，尤其是这台银色，这也是直接促使我买这辆车的原因之一。在任何工业产品上啊，大胆的 ID 设计永远是很容易形成品牌辨识度的一个方法啊。如果坚持做得好，也是品牌溢价的利器。大家熟悉的，就比如说华为的星环设计，在一堆手机里边，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它。理想自己的这个贯穿式的这个灯带啊，就比如说这一条啊，也是很有辨识度的。从大老远迎面开过来啊，大概率是理想的车。现在画面上有6台 MPV 的剪影啊，大多数人应该也第一眼能够认出来哪台是 Mega 啊。辨识度的建立呢，也是为了形成更强的品牌力啊。有了品牌力之后，自然就好定高价了嘛。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产品哪怕是内在不是很强，优良的外部工业设计呢，也是可以当饭吃的。如果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传统 MPV 造型设计，那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卖到5、60万的价格的。品牌力形成之后呢，自然也会带来相应的社交属性。但是啊，大胆的 ID 设计也必须得冒额外的风险，尤其是当人们习惯某种事物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挑战常规的结果往往是两极的。Mega 现在面临的这种舆论情况呢，不管是有意的还是自觉的啊，其实都算是这种大胆设计的风险显现啊。再加上它自身的定价啊，想突破圈层这个想法肯定是存在的。从一台纯电 MPV 出发啊，这种外观设计肯定是设计要服务于功能的啊，就像是苹果的镜头模组设计，本质上呢就是为了服务最终的变焦体验。而这辆 Mega 的外观设计呢，其实就是为了极致的降低风阻。简单科普一下啊，空气阻力等于风阻乘以正面迎风面积乘以速度的平方乘以空气密度除以2，速度越高，空气阻力越大，车辆行驶时对抗风阻这块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自然续航里程就会减少。有一个直观一点的数据，纯电工况下风阻系数每降低0.01 ，CLTC 续航里程就可以提高7公里。如果是在纯高速，甚至可以增加10公里以上。相较于燃油车，纯电车更需要低风阻的设计。所以 Mega 只能不断的优化造型啊，不停的做 CFD 仿真和风洞实验啊，一点一点的抠出每一个0.01 CD。除了水滴型的这个车头啊，这侧面呢也舍弃了对降低风阻并无帮助的腰线设计啊，而且它还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甚至连侧滑门的轨道啊也都隐藏了起来。所以这个整个侧面一眼看上去会非常的平整光滑啊，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侧面细节，从而进一步降低对气流的影响。展示几组风阻系数数据，对于 Mega 这个大家伙来说，0.215 CD 啊，这几个数字可以说4个字非常恐怖。那落地到具体的续航表现怎么样啊？我们采用了一个200公里的测试标准，大概140公里的高速加上60公里的城区道路啊，动力以及悬挂都采用了舒适模式，空调22度风速自动，其他车内包括屏幕、音箱等电器啊，都是模拟日常正常使用。当天武汉的是17摄氏度的气温啊，晴朗，车上有2个140斤的成年男性。先说结果啊，出发日表现里程533公里。跑完200公里之后，表现还剩320公里，打折率94%。其中城区道路场景下平均车速59码啊，表现驱动电耗是100公里15.6度；高速场景下平均车速110码，表现驱动电耗是100公里20.9度。但是提醒注意，这是驱动电耗，是不包括车内各种电器能耗的。200公里下来，电器使用的能耗在10%左右，所以这2个数据打个9折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这台大 MPV 来说，这个功耗控制其实是很不错了。但还是提醒注意，这个测试呢，车上只有2个人
整体能耗呢是偏低一些的。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满载下的城区道路20公里测试，7个人的体重分布如下，还加了2个大箱子，最终表现能耗是17.3，对比刚才2个人的15.6，增加了2.3。从侧面看的话呢，这辆车的车顶到车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收趋势。对于 MPV 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啊！做成纯平的不好吗？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头部和尾部的空间。跟它相同设计语言的现代的 Staria 就是平的啊，就是平直过去的，这个视觉上空间就感觉会大一些。Mega 这么设计呢，是为了进一步的降低负压区啊。大部分载具向前运动的时候，由于前面有物理遮挡嘛，尾部呢就会形成一个负压区。这个负压区会让载具生成一个向后的吸力啊，相当于有股劲儿啊一直拽着它。而当车顶向下或者尾部向上收了之后，你注意看它这个负压区的面积就减小了，就是向后拽着它的劲儿变小了。Mega 选择这种溜背造型，同样也是为了风阻的考虑。结合第3排的优良体验，从空间优先的角度讲，这里也说明了它为什么没上增程器了。但是现在网上有些讨论也不无道理啊，毕竟是纯电车嘛，理论上呢，大多数场景其实是在低速行驶的，就是高速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减少风阻到底有没有意义啊？这是一个。还有人会问，既然这么极致的追求续航，做增程不就好了吗？理想也是增程教派的老师傅了。但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就是从空间角度出发的。据说理想内部一开始呢是有增程和纯电这2个路线的，后来发现带增程器的 Mega 它的内部空间呢并不比 L9 优秀多少，因为增程器啊、排气啊这个各种设备全部都加上之后，占用的空间确实比较多了啊。出于空间方面的考量，最终还是选择了纯电。Mega 的内饰部分呢，理想的出发点呢应该是家庭化，这也是它的官方定位啊。这个家庭 MPV 嘛，这个想给用户营造出更多的家庭温馨感。最直观的就是这辆车各种边角的地方啊，没有一处棱角啊，照顾小孩在车上的这个安全性啊，这是很值得点赞的。该软的地方呢，做的也都特别软啊，尤其是这个枕头啊，确实非常舒服。但是家庭化呢，肯定不是平淡啊，就像机圈那一句话，这简约不等于简陋啊。如果搞过装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一个极简设计风有质感的大房子啊，这装出来肯定不会比一个欧式风格的便宜，甚至还会更贵。整个内饰的风格搭配呢，有点过于白板了啊。有一个着重要吐槽的，就这个出风口的这个设计啊，你说它是大巴车都得是老式大巴车的那种啊，这显得非常廉价。这后排的这块17英寸的屏幕啊，也确实小了点。如果把你眼睛蒙上啊，直接带到车上来，让你看一下它这个内饰的话，你很难和接近60几万这几个字联系到一起啊。这个温馨家庭的高级感营造上面，主观觉得差点意思。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呢，除了价格之外，就是内外的巨大反差。这外边看，我靠，公路高铁啊，这么有科技感的 ID 设计进来之后，这前后的年代感差距忒大了点，人内饰设计师的想法确实没太搞懂啊。在配置上呢，非常遗憾的是，它前排呢是没有上电吸门的啊，据说是在车门位置啊有一个防撞的梁，跟电吸门的锁头有冲突啊，所以就没有上。但是它没有呢，就是没有啊。另外在功能配置上呢，像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些该有的都到这个价位段了啊，就必须得有。而且它第3排呢也配备了座椅的加热，但是提醒注意，它没有通风啊。加上通风的话呢，第3排就没有办法折叠了，也算是对空间的一点小妥协吧。在空间表现上呢，这是 MPV 的核心优势啊，也是最不用担心的地方，毕竟已经到了5.35米的车长了，这轴距3.3米，这得放率是70.86%。虽然外面看着它采用了一个溜背的设计，视觉上你会感觉比较一般啊，尤其是第3排啊，你从外面看着都会感觉有点压抑，但实际体验下来，如果中排处于一个比较标准的位置，那么后排也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空间。窗户的位置以及坐姿呢，感受都不错啊。我光着脚呢是1.77米，这前后坐着一点毛病没有，可以说在同级别中是很有竞争力的。尤其是在有一个如此低风阻的外观 ID 设计之下啊，这样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车内的一些各种小的空间储物，特别是车门啊，前排这个3层都有专门放置物品的空间，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在智能化方面呢，作为数码科技频道，我们是格外关心的啊。先来说一下这几块屏幕的情况，基本配置直接给大家打出来。我们专门实测了9点亮度平均值，结果如下啊：3块屏幕的手动最高亮度都在650尼特以上。除了拿下了首个车载的双杜比认证，在护眼方面呢也做得非常不错。高亮度下 DC 调光，低亮度下呢也做了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这个配置比部分手机都强了啊。但是它的屏幕刷新率呢只有60赫兹，如果你看惯了手机啊平板上的120高刷，肯定会有些不太适应啊，觉得它卡卡的。另外前面
面我们也提到了啊，后排的这块屏幕呢只有17英寸啊，对于车上观影这种低频场景来说，主观认为这尺寸啊一定是第一感知维度。Omega 反而去强调杜比世界，是不是多少有点本末倒置了啊？有这个钱，咱真不如弄块大屏，这第3排也能看得舒服。既然都聊到一些手机和平板相关的内容了，我在这儿不是给理想啊，而是给所有的新能源这个屏幕比较多的这种车企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啊，就是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屏幕上面有个叫等宽的概念，就是内外 R 角一样。理想的这个外框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屏幕的内外 R 角呢也是不一样的啊，里边这个 R 角呢是非常尖锐的，然后外面的这个做了这个弧形，如果要是内部跟它相同的话，这看起来就会更加和谐一些。我不知道车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量啊，我只是希望它做得更加和谐，更加好看。在车机芯片方面呢，这辆车用的是 8295P 高性能版，官方表示呢，它的算力是增长了1倍，整个车机的流畅度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在系统软件方面，这个官方商城呢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数了一下，一共有16个 App。虽然基本上听歌啊、视频啊、K 歌软件啊它都有，但不像鸿蒙车机那样可以跟手机联动啊，也没有极客上的这个极兔 App 虚拟机，可玩性相对来说呢会弱一些啊，但是基本呢肯定也都够用了啊，都给到了，而且它也是有自带浏览器 App 的。原神。针对语音助手呢，我们专门做了2个测试，一个是识别速度，一个是识别率啊。这台车上的理想同学呢，依然是坐在了云侧啊。按道理来说，都8295芯片了啊，这个本地处理能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既然强调家庭化啊，这个更隐私、更流畅的端侧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OK， 和之前一样啊，我们在车内呢拍摄呼叫理想同学的素材，然后导入后期软件，通过查看音频波形图呢，就可以变相计算出它的反应时间了。最终成绩呢，基本都在600毫秒左右，只有一次在700毫秒以上啊，平均620。测试地点呢是停车场的负2楼啊，信号没有那么好。本来我们以为云测应该比较拉胯啊，结果还是很 OK 的。第2个测试识别率，我们之前呢就做过一个语音测试识别表，一共30项指令啊，分为基础、进阶和模糊。其中进阶可以考验可见即可说、连续识别、免唤醒等综合能力，而到模糊识别就更考验车机思考的灵动性了。不过不同车型对于安全方面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的评判标准是只要能够精确的识别到指令都算成功。在 P 档测试下，最终结果如下啊，理想同学能够识别并正确执行的有20项，其中能够精确识别但出于安全考量需要手动操作的有4项，就比如说打开雨刮，它会提示你需要手动操作，把这几项都算上呢，一共是24项。另外6项，比如我想吃汉堡，它并不会去地图里面搜一下附近的汉堡店。换个说法试试吧。关闭车内所有灯光，这氛围灯它并不会关。把全车阅读灯关闭了。副驾座有点挤和头顶有点晒啊，这种稍微模糊一些的，它是反馈无法支持这个功能，无法支持这个功能哦。另外我们说想看小白测评的视频，那它目前还并不会做综合搜索。在充电支持方面，整车一共有6个 C 口和4个无线充位置，还是比较多的，毕竟家庭用车。其中前排有2个15瓦，一个是专门插行车记录仪的，这个 U 盘不用单独购买，它直接给了你一个，而且是可以直接插手机上看回放的。第2排是2个60瓦，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手机啊，找了不少主流旗舰专门测了一下，其中魅族和 vivo 都是支持 PD 协议的，都能达到50瓦以上，苹果能拉满到27瓦，华为则最高只能到18瓦 ，OPPO 27瓦，小米25瓦。第3排呢并没有60瓦的标识，开始猜测应该是2个15瓦，实测了一下啊，确实是10几瓦的 QC 协议。无线充方面的这4个都是50瓦加风冷，这个值得点赞。其中第2排的这个设计有点意思，它可以把手机卡在这个空间里面啊，防止你车辆急刹车这手机跑出来啊，这细节好评。然后在音箱方面，它并没有去整那些大厂联名，整车一共是21个扬声。
轿车换过来啊，应该和大多数新开 MPV 的小伙伴差不多，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这里我们就纯描述一下主观感受。一开始我们以为这辆车肯定不会很好开，车大就不用说了，还没有后轮转向。实际体验上上车的第一感受是做得很高，视野很开阔，特别是 A 柱这里这个小窗啊，设计的不错，值得点赞。可以看到更多的路面信息，但它毕竟是这么大一台车啊，这刚上手难免心里没底啊。出低谷坡道的时候，总感觉一把会打不过来，有的时候还需要倒一下。但是开到马路上啊，体验了几天之后就感觉不太一样了。比较意外的是，在城区道路上日常开起来并没有特别笨重的感觉，但还是要说，由于车长问题，在没有后轮转向确实不太方便，主观衰弱感还是有的。过减速带时，在舒适模板下 Mega 的悬挂可以做到很好的隔绝效果啊，就感觉像坐在一团棉花上啊，特别柔软。不过在一些上下坡道的起伏路段或者急刹车的时候，整体的舒适魔毯主观就觉得有点过于柔软了。刚从轿车换过来的时候，这个晃动感知还是有的，前排还好，这后排感受就更加明显一些。我们在做满载续航测试的时候，这个后排小伙伴的表现是这样的，几个人反馈觉得后排在转弯的时候左右晃动相对较大。我们把各种模式都试了一遍啊，主观觉得运动魔毯反而会更舒适一些。方向盘一如既往的比较轻啊，个人还是喜欢稍微重那么一点点啊，感觉更稳一些。MPV 的重点呢就在空间和舒适嘛，在隔音上肯定是重中之重啊，我个人也是非常在意这个点。全车呢是双层夹胶玻璃，在静谧性上呢，我们体验下来4个字。非常优秀，毕竟都60万的车了嘛。我们这次专门在不同车速下做了多次 NVH 测试，在车速60码时，3排的噪音大约在55分贝左右，车上的成员可以轻松交流。车速加到90码时，这噪音控制在60分贝左右。打开窗户测试一下噪音情况啊，大概70分贝。关上窗户之后，可以隔绝10分贝的噪音。车速提到120码之后，开窗噪音达到了85分贝。关窗之后，大概在63分贝，可以隔绝20分贝的噪音。在这儿多提一嘴啊，在高速上120码下的这个噪音呢，主要是来源于风噪啊。此时这个胎噪呢，基本上是听不见的。这是因为 Mega 用了一条米其林的电动车专用轮胎，并且用到了60的扁平比啊，胎壁更厚啊，就能使整车噪音以及舒适度呢都有一个提升。但是它就牺牲了外观啊，这个很多人都爱吐槽啊，一个快60万的车了啊，还这么大个啊，这个用了一个18寸的轮毂，有点显得太小气了。不过这也同样印证了理想在这辆车上面取舍的果断啊，就是为了进一步追求舒适性啊，舍弃了外观威严霸气的这个大轮毂。支架方面，这辆车配备了2颗英伟达 Orin-X 芯片，全车1颗128线激光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7个感知摄像头，4个环视摄像头，还有前线毫米波雷达。这套硬件配置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实际表现方面，如果以测评和对比的眼光来看啊，不是那么能打，但是结合它的定位来说，又是可以理解了。Mega 的支架风格呢，属于是偏保守向的啊，应该是跟它的家庭定位相关。这平时城区道路和堵车路段呢，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开，不然以 Mega 的这个慢性子啊，很多人应该是接受不了的。我们测试这阵子也遇到过好多次被加塞的情况，而在 NOA 路段啊，高速上车不是特别多的时候，也是比较轻松的。不过在匝道出口啊，我们碰到了几次走错路的情况。就比如说这个匝道口，当时车速已经下来了，道口走出来个人，速度并不快，理想支架直接退出了，稍有点猝不及防。车在行进中吧，反应过来的时候，这距离也不够了，就直接错过了匝道口。如果你之前用的是华为问界那一套啊，这个对比感知会比较强烈。自动泊车呢，对于 Mega 这个大家伙来说，真的可以说是刚需了啊。我们这阵的体验中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停车场啊，还有各种不同的停车位，直接给大家打在公屏上。如果你是武汉小伙伴，应该多少知道这些地方啊，基本上覆盖了各种类型，商场、小区、写字楼、路边停车位等等等啊。实测结果是，基本标准的停车位它都能停进去，路边没有划线的它也能识别出来。这里你注意看啊，它的车头跟前面的车在动画上啊都重合了，不知道这算是它激进还是动画没有那么准确。OK， 我们回到工作室，再和大家聊聊它的定位问题。理想的产品定义能力一直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也非常的精准。没有里程焦虑的家庭奶爸车，让它这几年卖的简直不要太好。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它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啊，但是唯一规模盈利的新能源企业，这可是用户们真金白银投出来的啊，这个能力肯定不是盖的。但理想作为增程的老师傅，这辆 MPV 车型上却用的是纯电。首先就和自己之前一直宣传的里程焦虑问题啊，多少有点相悖了。这里肯定不是说纯电不好啊，我自己开的就是纯电车，而是和他自己之前营造的这个品牌环境啊，形成了反差感。首先自己的用户呢就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很多人对于 MPV 呢确实有比较多的长途需求，纯电车本身啊就天然的跟长途呢现在是比较割裂的啊，很多人是不太认可这件事情的。Mega WRTC 的续航是575公里，看着确实不少啊，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电车到20%电量以下，很多人就开始出现续航焦虑了，就会老是不自觉的盯着导航啊，看着还有多久到充电站。是这样
样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我自己呢开过3辆电车啊，实话实说，从没让自己的车到过20%电量以下，焦虑可能确实有点重。现在的电车为了电池健康呢，普遍啊都会限制在80%的充电啊，只有刻意长途出行的时候才会调满。到80%电量以上的充电功率又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一些人不愿意额外等待。如果为了安全感再掐头去尾啊，这一算就更没多少了。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这个理想的5C 充电桩，我们在武汉市区一查啊，一个都没有。没办法，我们特意跑到这个武汉40-50公里之外的一个高速上面啊，那儿有一个5C 充电站啊，我们实测了一下，确实快啊。这快这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这个充电站一共有4个桩，只有一个是5C 的。我们实测从29%补电到92%，只用了16分钟，一共补了369公里啊，花费了112块3毛。理想官方宣传呢，将会建设5000座5C 充电站啊，当然目前整个武汉就这么一根桩，而且还在高速服务期里啊，这就让我想起了手机 OTA 啊，手机厂商发布会上也经常说这个后期更新啊，后期在 OTA， 但那是手机，到底啊它是一个小件啊，对于车这种大件来说，还是建议少看未来给你什么，多看现在给了你什么。但就当下来看呢，纯电 MPV 确实不足以支撑经常有长途需求的这个场景。我们也在武汉市区随机找了一个国家电网的充电站测试。之前网上我看到有不少讨论说这个国家电网啊，有些是充不了 mega 了，这兼容性没那么好。可能我们运气比较好啊，随机找了个桩啊，直接就充上了。实测从20%充到80%，用时90分钟，也就是1个半小时。充电功率最高呢是119千瓦，前提是旁边没车。只要旁边来的车把这个电流分走之后啊，这个功率瞬间降一半。而且中间充电的车增多了之后啊，这电流也会不太稳定啊，中间我们就碰到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不稳啊，有的时候甚至会掉到个位数啊。加上我们去的这个充电站环境也确实不怎么样啊，整个充电体验呢确实不咋地。对于这辆车，家庭装我们主观认为一定是刚需啊。这个 Mega 附送权益里面也有升级20千瓦直流家庭装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开了10几天，做了这么多体验测试啊，这辆车仔细回想一下啊，家庭纯电MPV 对这几个字，理想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啊。如果假定品牌就是要迈向纯电啊，一开始就有一个纯电的设定，然后它再是一辆MPV， 这纯电必然要追求续航嘛，为了有更好的续航，所以有了这个低风阻的 ID 设计。那没有阿尔法腾势那样的威严气势感啊，尽量家庭感。而在这个大的 ID 设计框架下，内部空间还要最大化，理想确实花了很多功夫，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听着确实挺好的啊，但你注意啊，刚才我们是先有一个纯电车设定开始了啊，你一旦从一个 MPV 设定线开始，这台车就马上会有比较矛盾的感觉了。它是一辆 MPV， 但是外观呢没有那么强的气势感啊，这内饰不走豪华路线，定的是单纯的家庭化啊，但是家庭它也有长途需求啊，对吧？如果你说它只针对短途需求的家庭，那是不是太局限了呢？特别是在理想自己常年宣传增程解决里程焦虑啊，自己的 L 系列卖的又这么异常火爆的大背景之下啊，这种矛盾感就尤为凸显了。当然前面都是举例啊，我们都知道任何产品呢都是综合设定的结果啊，并不是单纯的先有什么后有什么啊。不过这辆车这种矛盾感也确实是存在的啊，网上也确实有很多相关的讨论，也是我们主观认为最为关键的点。实话说啊，我个人啊其实并不在意说那些什么像不像棺材啊、调侃也好啊、这个嘲讽也好啊，网上各种图片满天飞了啊，我也依然觉得这个银色的实车很有科技感啊。喧嚣过后，我觉得理想现在最需要做的并不是什么和谁论战啊，而是加快再加快5C 桩的建设，让10几分钟充满电这件事情可以真正的大规模落地，大幅度的减缓这辆车的续航焦虑了。那关于这辆车的家庭纯电 MPV 的各种矛盾就自然解了。你讨论它像什么，那只会没完没了。有人说 Mega 是理想的一次豪赌啊，确实，刚才说的那些矛盾呢，其实都是传统认知。如果啊这样一想，这家里有一辆油车或者说一辆增程啊，买 Mega 呢就是为了周末带家人出去踏青啊，或者平时接家人孩子、亲戚朋友聚会，那前面提到的这些所谓矛盾就都不是问题了。理想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赌这种细分用户群体有多少，他们的需求量有多大，愿不愿意为了这种场景而花这50大几万的钱。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主观结论，日常喜欢这种极简设计的风格，对于舒适度呢有较高的要求，经常有5人及以上的家庭出行用车需求，家里可以装充电桩，多以城内聚会和郊区短途出游为主，长途较少啊，商务场景也不多。如果需求正好如此细分，那这辆车你的体验会非常好。当然可能有这种需求的人也不会看视频。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啊，那就是你压根儿不 care 它的价格，反之的话，那它肯定就不是你的菜了。你要么适合更加综合性的 MPV， 要么你压根儿就不需要一辆 MPV。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大家产生了一点点帮助，一点点小思考啊，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不过今天还不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